好，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师，欢迎大家来到 YouTube， 还有脸书，还有 Twitter， 跟理查老师一起学习中文。今天是2022年的6月27号，今天是星期一。我们今天来学习新 HSK 的词汇，今天我们要学习4个词汇。好，所以老师今天中文会说得快一点，好像还是很慢，对不对？没关系啊，这个先跟你们打招呼好了。第一位同学是 King 同学，欢迎你，还有维凯小土豆，还有 Momo 明哥了吧，还有 Assist 同学，欢迎 Christina，Hello，Christina 小土豆，还有我们的 Sierra 同学，还有米磊明哥了吧，还有我们的春娇。Sawadee Krab， 宋平 Sawadee Krab， 汉平，好多平啊。好，汉平同学，小土豆你好，苹果小土豆你好。米磊说周末过得怎么样啊？老师周末很忙啊，这2天有很多课，老师在周末有很多家教课、私教课 ，tutorings。OK， 好，曹同学你好 ，Hello Felicia 你好。然后这个春娇帮我分享了，谢谢春娇，还有秋安同学，欢迎你，还有我们的弟弟 ，Hello 弟弟你好。好的，那么我们先来练习中文的数字啊。今天老师跑了几步呢？我们看一下。好，今天是9287，9287哦，9287。好，中文怎么说9287呢？9287。Hello， Ben 老师来了，欢迎 Ben 老师。还有立新，好，立新小土豆，欢迎你。还有郝真，明格了吧？还有裴静，裴静是 Sawadee Krab。雅正，阿帕卡巴，雅正你好。还有谁？好多人呢，今天。好，秋安说9000，我怎么写成8000？应该是9287，真的是9287，老师写错了。好，9287。宋平说9287步，裴静9287步，郝真9287步。有的地方也会说287哦。那理查老师比较喜欢念9287哦。好，还有秋安9287。对，各位同学，有些地方会像这个会像郝真说的是9200，有的地方会这样说哦。不过我比较习惯说9200了哦。好 ，Grace 9287，曹同学8287，老师写错了。好 ，Fathan 9287，对 ，Hardwin 9287，立新9287，好，秀丽9287，表示我今天跑了很远，对不对？表示老师今天跑了很远的距离。好哦，如冰小土豆来了，欢迎 Felicia 9287，好，非常非常棒哦。还有我们的春娇阿姨9287，凯同学9287，还有谁呀？弟弟9287，好，没问题没问题哦，你们都很棒。好 ，Norbert 来了 ，Norbert 9287，好，那我们现在就来上课吧。好，今天我们来学习新 HSK 7到9级的高级词汇 Advanced Vocabulary。今天要学习4个单词，答案是9287，很棒哦。然后青莹来了，欢迎。米磊说：“老师是一直跑吗？不是，老师有空就跑。When I have some free time，有空就跑，有空就跑哦。好，这个哈 ，en 哈来自越南哦，洗脚。好，第一个单词暴富，暴富，暴富。第二个单词报社，报社，报社。第三个单词报亭，报亭。
好，第4个单词，报销，报销。好，这4个单词都很难。Hello CCSH 你好 ，Hello Bella 欢迎你。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单词哦。第一个单词叫报复。我们之前学过这个报仇，等一下老师来说明报复跟报仇有什么不同。报复的意思就是针对他人损害自己的行为进行暴力性的反应。好，各位同学，针对就是 like to。OK，to 的意思哦，他人就是别人 other people， 他人损害 other people damage you maybe your objects, your belongings or yourself， 别人损害你自己，那这个别人或他人呢，可能他伤害你，他可能攻击你，伤害你，他可能破坏你的东西，他可能 like break your cup, break your bottle or break your watch， 他损害你的物品，他损害你的身体安全，所以他人就是其他人或别人，损害就是破坏或伤害你，别人伤害你的行为，那你要对这个他人进行暴力性的反应，反应就是 reaction。所以各位同学，如果有人伤害你，你要报复他，你也会伤害他。If someone hurts you, if you want to 报复 you also hurt him or hurt her。所以报复就是别人伤害你，你也要伤害他，这个就是报复。别人如果破坏你的东西，你也要破坏他的东西，这个就是报复。别人伤害了你，你也伤害他；别人破坏了你的东西，你也要去破坏他的东西，这个就是报复。报复针对他人损害自己的行为进行暴力性。各位同学，暴力性就是 like violence, violent。你用的反应，你的 reaction 是比较暴力的，你会去伤害他，你会去破坏他的东西，破坏他的东西，所以我们叫暴力性 ，like violence, violent。OK， 好，我会伤害2倍。好，玲玲老师来了吗？哦，玲玲老师你好，还有 HUU 同学，好，今天来了很多同学哦，鲜美、Marcelo， 还有 Davina。别人伤害我的话，我要报复，我要伤害2倍，我要报复他2倍，我要给他2倍的伤害，是不是？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为了报复汤姆，丹尼破坏了他的手机。为了 in order to， 为了报复就是你为了要去伤害汤姆，你为了要因为汤姆可能做了什么对 Danny 不好的事情，所以为了报复汤姆，丹尼破坏了他的手机。哦，所以丹尼要怎么去 hurt Tom， 去 take revenge on Tom， 他去破坏他的手机，他破坏了 Tom 的手机，来报复 Tom。好，所以破坏就是去 break，to damage，to break。好，他的手机，为了报复汤姆，丹尼破坏了他的手机。哇，这个同学成为我的小土豆诶 ，Enough， 欢迎你 Enough 成为我的 small potato，Thank you very much， 非常谢谢你。还有我们这位 Jin 同学，你好 ，Hello， 立新，嘿，你好，欢迎立新。好，然后秀丽说：冷静吧，他不是故意的。好，秀丽，他不是故意的，不要报复他了，或别报复他了。所以这个秀丽如果要去这个希望丹尼冷静下来的话，秀丽可以说：冷静吧，冷静下来吧，他不是故意的，他不是故意的，别报复他了，别报复他了。好，哦，谢谢你，谢谢你成为我的小土豆，开心你好
李开心 Happy Lee Happy Lee 你好 Happy Lee Hello 喜弟你好。秋安说报复跟报仇的意思差不多吗？然后郝真也问说跟报仇的意思一样吗？老师就知道你们会有这个问题 So let's talk about it.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报复 and 报仇？好，报复跟报仇有什么不一样呢？理查老师早就知道你们会问这个问题了，所以各位同学，报复的他们其实是 interchangeable， 他们是可以互换的，意思差不多，他们的意思是差不多的。They are quite interchangeable in meaning, but the usage is different. 好，报复的用法是主语加上报复，再加上宾语。比如说，我要报复米磊 I want to take revenge on 米磊。我要报复 Marcelo I want to take revenge on Marcelo。所以各位同学，你要报复谁，直接在报复的后面加上宾语就可以了。我要报复 Ben 老师I want to take revenge on teacher Ben。所以你直接把宾语放在报复的后面就可以了哦。那报仇呢？报仇的话不可以这样用，你千万不能说我要报仇 Ben 老师，不可以，中文不能这样说。我要报仇米磊，不可以这样说，我们应该要这样说。主语向宾语报仇，主语替宾语报仇 but the meaning is different, okay? When you use 向 and when you use 替 the meaning is very different.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 please check my previous video. 老师的上一个视频有介绍向跟替的不同，今天我就不说了。如果你想要知道向报仇跟替报仇有什么不一样，请你去看我的上一个 video. Please take a look at my previous video. I have talked about it in my previous video. 所以各位同学，报仇你要用向宾语报仇 or 替宾语报仇。So that's the difference. I mean, the position of the object is different. Okay? 所以它们的不同在这里。理解？对，都是动词哦。报复跟报仇都是 verb， 它们都是动词，没有错哦。好，各位同学这样听得懂吗？ Priscilla 姐姐在哪里？ Hello Priscilla 姐姐你好Priscilla 姐姐来了。好，那么各位同学还有一个不同哦，报复通常是用在有人伤害你或者是做了不好的事情 improper deeds or something harmful. But when we say 报仇 oftentimes it's about killing and about death. 好，老师举例，比如说有人破坏了你的手表，我们通常用报复。If someone broke your watch, oftentimes we use 报复。But if someone killed your parents, 有人杀了你的父母亲 it's about killing, it's about death, it's something more serious. And you'll never forgive this person. Then we will use 报仇。So when I hear the term 报仇，通常是比较严重的事情。当我听到报仇这个词汇的时候，非常严重，可能有人杀了我的哥哥，有人杀了我的弟弟，有人杀了我的太太，抢走了我的太太，有人毁灭了我的家乡，有人 ruin my hometown, then it's about 报仇。But if someone like hurt you, someone break your objects, it's about 报复。But actually they're interchangeable. But I think 报仇 is for something more serious. Okay, 更严重的事情哦。好 so t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terms. 好，所以各位同学，像郝真说的抢走了。好，如果有人抢走了郝真的男朋友，你们要报复还是要报仇？我觉得用报复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有人杀了男朋友，那你可能要报仇了，因为 this is something more serious. If someone kills your beloved one, then you will 报仇. If someone just maybe break your watch, break your cell phone, I think that's about 报复. Okay, something more not that serious. 好，听得懂吗？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目：报复、报仇，他杀了我的母亲。He killed my mom. 我要替母亲。I want to avenge my mother's death. 我们这边要用报复还是报仇？我要替母亲报复，还是我要替母亲报仇？OK， 杀害人质作为报复。OK， 他杀了我的哥们，我要向他报仇，很好。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积木。积木是什么东西？Like building blocks？ Norbert， 积木是 building blocks。我要向葡萄牙报仇。OK， 好吧。好，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替母亲报仇。他杀了我的母亲，我要替母亲报仇。报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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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仇。Very good， 报仇。OK， 因为你看到一个替，对不对？我们说替 someone 报仇。OK， 你不可以说替母亲报复，这个 grammar point 是不对的，这个 grammar 是不对的啊。你要说，你可以说我要报复那个人，我要报复那个他那个人，我要报复那个人啊。好的，没问题，我看你们都懂了啊。如果这个 Sam Adam 说有人让我要让有人害我好了，有人害我被老板开除了好 Adam 你的句子我帮你改一下，有人害我被老板开除了，我要向他报复，我要报复他，对，我要报复他。那 Adam 如果有人害你被老板开除了，你应该是报复他一般不会说我向他报仇，因为开除没有那么严重，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会用有人害我被老板开除了，我要报复他。你要报复那个害你被开除的人我要报复他。一般不会说我要向他报仇，开除没有那么严重还好。OK， 他杀了我的女友，我要替女友报仇，可以，没问题，这个是对的。好的，我们再往下看。我们再做一题好了报复、报仇、报复、报仇。小李欺负我妹妹，小李欺负我妹妹。好，欺负 means bully， 你们都知道 bully， 欺负就是有的人他会欺负年纪比他小的、比他弱小的人，比如说男生会去欺负弱小的女生。Like men will bully like weak women. 有的男人会去打女人，那我们可以说欺负弱小的女性，有男人会欺负女性，有男人会打女性，或者有人会欺负小动物，有人会这个打可怜的狗或可怜的猫，你可以说欺负小动物。所以小李欺负我妹妹，那我一定很生气，对不对？所以我要什么他？我要报复他，还是我要报仇他？小李欺负我妹妹，我要什么他？好，请问答案。好，立新，小李欺负我妹妹，我要报复他。答对了。好，Grace， 小李欺负我妹妹，我要报复他。那各位同学，欺负没有那么严重，没有到 killing or death 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就用报复就好了我们用报复就好了。好，春娇，小李，我要报复他。好，小李欺负我妹妹，我要报复他。很好 ，Christina。
还有谁？汉平，我要报复他。秋安报复，宋平报复，很好。Norbert 报复，很好。啊，你们都答对了，报复哦。好的，那如果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欺负小动物，我就把这个人杀了，没有那么严重啦。我觉得欺负小动物不至于要到报仇，应该没有，应该是报复而已啊，报复。好，永祥欺负妹妹，我要报复他。米磊不可以这样说，因为猪猪不是你的妹妹啊，你不需要报复她。猪猪是永祥的妹妹啊，对不对？我要这个要，我会说讨回公道啦 like justify。我要帮猪猪讨回公道。米磊，你不可以说我要报复永祥，因为猪猪不是你的妹妹，猪猪是永祥的妹妹，所以你可以说我要帮猪猪讨回公道 ，like I want to justify。I want to justify。好，我要帮猪猪讨回公道，因为永祥对猪猪不好，我要帮猪猪讨回公道。Like I want to justify。OK， 好，对，在我面前不是在我前，应该说在我面前，like in front of me。OK， 好，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看一下第114个单词，叫做报社。报社这个单词我就不说了，这个单词就是报社呢，就是 newspaper office， 就是出版 polish， 编辑 edit， 报纸的地方 ，a place where where the editor like publish or edit newspapers。好，就是报社，就是这个地方呢，大家会去编辑报纸，会出版报纸的地方哦，这个叫报社，你们应该懂它的意思。报社，报社。好，那第115个单词叫做 newsstand or newspaper stand， 这个叫做贩卖 sell， 贩卖就是 sell， 报纸 newspaper， 书刊，书刊就是 like books and magazines。的摊位或小房子，这个我们叫做报亭。好，跟老师念一遍啊，报亭，报亭。你也可以说书报亭，书报亭就是卖报纸的一个小摊位，卖报纸的一个地方小摊位啊。你也可以叫它书报摊，书报摊。OK， 老师再念一次哦。你可以说。好，这个地方我放大给你看啊，就是这里。你们国家应该有报亭，对不对？哦，通常在车站附近 ，like beside or near a train station, you'll see a newsstand like this。这个地方呢，就是卖报纸啦，有时候会卖一些饮料，然后也会卖一些 magazines 杂志的地方。你们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一个报？这个我们叫报亭，你们有没有看过报亭？你们国家应该也有报亭，对不对？通常都在车站附近 ，like near the train station or bus station. You'll see a newsstand like this. 这个我们叫书报亭 or 报亭 or 书报摊，书报摊。好，应该你们都看过了哦，你们应该都看过。香港哪儿都有报摊，对，香港特别多这个 newsstand， 到处都有。那通常这个地方就是，如果你要去上班的时候，你会到这里买报纸，你会到报亭买报纸。好，两国之间的战争一定要报仇吧？我觉得报仇跟报复都可以。If it's about battle or war。You can use both， 两个都可以，报仇跟报复都可以。叫杂志摊也可以，也可以叫杂志摊，我觉得都听得懂。其实报亭在台湾不太用报亭，台湾比较用书报摊。
台湾比较说书报摊，像 Marcelo 说杂志摊也可以，听得懂哦，好，都可以用。好 ，Norbert 说他们也看过，其实欧洲也蛮多地方有报亭的，对不对？有蛮多地方有报亭的。好。So we have many ways to call newsstand. You can say 报亭 you can say 书报亭 you can say 书报摊 you can also say 杂志摊 either way is okay 都可以。曹同学说我看报亭以前看过对不对？以前比较多啦，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报亭很多，现在比较少了现在比较少了。好。喜地在台湾我们不讲报亭了在台湾我们说书报摊比较多，在台湾书报摊，我们国家没有报亭，我们国家很落后。这位同学住哪里啊？这个同学来自哪个国家呢？ Lottery stand 台湾叫彩券行啦，台湾叫彩券行。我不晓得大陆怎么说彩券行台湾叫彩券行。行 is like a firm or a store, lottery store. 秀丽，我们在台湾的话，彩券 lottery 都是在彩票了大陆叫彩票，台湾叫彩券，所以我不晓得大陆怎么说，在台湾叫彩券行彩券行好 ，OK， 好的，对了 ，Hello 英环，你好，好，那你们就知道了什么叫做报亭这个就是报亭。好，报亭就是卖报纸的摊位卖报纸的摊位。好，不一定只有报纸有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杂志，有些报亭有卖饮料有些报亭有卖饮料Marcelo 小时候会去报亭去买宝可梦的这个杂志。OK， 好，我们往下看好，我们再看第116个单词，叫报销。报销，好，报销这个词比较难它是商务中文用的好，这个报销这个词呢是商务中文用的，报销这个词是商务中文用的。对对对，有的报亭也有卖彩票，有的报亭你可以跟他买彩票 ，lottery 可以，没有错 ，Norbert 说的很好，有的报亭也可以买得到彩票 ，lotteries。OK， 好，报销呢这个词是商务中文，那报销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理查老师告诉你报销的意思报销一般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在工作的时候，然后呢？你可能会自付就是 you pay first, you pay with your money first, you pay first。好，你在工作期间呢，你在工作的时候呢，你先自己付，你先自己付这个钱，你先自己付商务费用 ，OK？ During work, you pay all the like business fee by yourself first。 这个如就是比如 for example 的意思for example， 比如说像哪些东西呢？比如说住宿费，比如说你工作的时候你要去住在旅馆，你先付旅馆的钱。好，旅馆的钱你先付 hotel 旅馆的钱，你先付住宿费 accommodation fee。You pay the accommodation fee first. Or when you work, you will eat, right? 你会吃东西，你工作的时候会吃东西，那么你要先自己先付钱，付餐费 like meal expenses， 或者是旅费 your travel expenses. You pay your accommodation fee, meal expenses,Travel expenses first, you paid it first. 然后呢，等你回到了公司之后，你可以向公司申请核销。好，什么叫核销？就是一开始本来是你自己付的，
那你回到公司之后，公司会还给你那些钱，因为那个钱是你工作期间付的钱，所以公司会把这些钱再还给你这个叫核销。所以这个动作就是报销的意思。你先自己付，等你回到公司之后，你要给公司一个 like invoice 一些单据，公司就会把钱还给你这个叫做报销这个叫报销。对，比如说Norbert 说，比如说你开车，你上班的时候你开车去出差 on business trip, you drive during your business trip and you pay the oil fee. So after you get back to the company will pay you back, right? 所以这个叫报销报销。对 Norbert 说的也很好，像油费也可以报销，对不对？油费也可以报销所以呢，各位同学，如果你是在上班期间，你先自己付业务费用，比如说住宿费，比如说餐费，比如说旅费，还有你这个加油的钱叫油费。这个时候呢，等你回到公司之后，你就可以向公司申请核销，公司就会把这些钱还给你公司会把这些钱还给你，这个叫做报销报销。对，一定会需要发票，很好。各位同学，当你向公司这个报销的时候，公司一定会跟你要发票会跟你说，那你加油多少钱呢？你的加油多少钱？你的发票呢？你要给我发票，那你就把工作期间自己付的钱，那你会有发票，你就把这个发票给公司，然后公司就会把那个钱还给你这个叫报销。所以这个郝真说的很好，一定会需要发票。所以你看这个图，你要有发票证明，就 proof 证明你有花钱，你自己有花这些钱，那公司就会把这些钱还给你这个叫报销这个叫报销。好，听得懂吗？听得懂好，各位同学，报销呢，你们要知道它的意思，因为报销是商务中文常用的。比如说你在中国工作的时候，你会听到这个词，你这个邮费可以报销什么叫报销that means you pay first and after you come back to the company will give the money back to you。保险公司不叫报销这个秀丽，保险公司不叫报销，我们用另外的词了我们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好，对，没有错，肯定要有发票肯定不是发表，肯定要有发票要有发票，或者像喜弟说的，可以叫费用报销单你也可以说费用报销单，让公司知道你这个东西，这个是个 proof that you have paid for like 住宿费、餐费、旅费、油费好，听得懂。好，保险公司比较像是赔偿或什么别的词了赔偿之类的。对，这个同学很好，我的出差费要跟公司报销，可以，因为你出差花的钱是你自己付的，可是这个是因为工作花的钱，所以公司要把这些钱还给你好。那我们看一下报销怎么用报销的用法是主语向，好，比如说你的公司我们这边一般会加上公司，通常是用公司好，比如说我向公司报销哪些费用呢？餐费 meal expenses， 旅费travel expenses， 住宿费 accommodation fees， 这些东西都可以向公司报销，好，我们来做一道题目。黄先生报销这个月的向公司旅费 travel expenses 旅费。好，老师再念一次黄先生报销这个月的向公司旅费
好，请问答案是什么？公司会为我报销住宿费。好，这个 Marcelo 一般我们会说住宿费，报销是报销你的费用，所以我们会说公司会为我可以报销住宿费，报销住宿费加个费啊。好，Marcelo 说黄先生向公司报销这个月的旅费。OK，very good. This month's travel expenses. Grace，黄先生Grace 你写错了 ，try it again，再试一次。秋安，黄先生向公司报销这个月的旅费，very good。各位同学，你的旅费是什么时候的旅费？是这个月的，所以你要说这个月的旅费，this month's travel expenses。好 ，Eva，黄先生向公司报销这个月的旅费。宋平，黄先生向公司报销这个月的旅费。好，我们的这位同学，黄先生向公司报销这个月的旅费。曹同学，黄先生向公司报销这个月的旅费。好，我们的韦凯，黄先生向公司报销这个月的旅费。立新，黄先生向公司报销这个月的旅费。Hello，婉雄，你好。黄先生向公司报销这个月的旅费。好，如冰，你答对了，非常好啊。好，魏军，黄先生向公司报销这个月的旅费。Very good。那你们就知道报销的意思了。报销就是向公司申请一笔你自己已经先付的这个业务费用啊。好的，各位同学，但是报销有第二个意思，报销有第二个意思啊 ，second meaning， 第二个意思就是 totally different。报销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机器或者是物品因为损坏或者是老旧，这个机器可能太旧了，太老旧就是太旧了，用太久了。或者是因为损坏 ，someone may damage this, so this machine is broken。这个机器就坏掉了，所以不能用了，无法再使用。你就可以说这个机器报销了，表示这个机器坏掉了，或者是老旧不能用了，你就可以说报销了。比如说这个手机可能坏掉了。可能用太久了，我就可以说这个手机报销了，表示它不能再用了。我们在上一堂课学过报废，也是一样的意思啊。这个手表报废了，表示不能再用了啊，不能再用了。好，就是 like totally damaged, you cannot use this anymore。好，机器或物品因损坏或老旧。无法再使用，就是报销了，报废了，都是这个意思哦。好，那么我们来做一道题目，用了15年。好，你看到一台很旧很旧的车子，对不对？好，车这辆差不多报销了，用了15年。这辆车你已经开了15年了，好久好久了，可能怎么啦？好，用了15年，车这辆差不多报销了。好 ，Christina 用了15年，这辆车差不多报销了，表示这辆车可能应该无法再使用了啊。好 ，Assist。用了15年，这辆车差不多报销了。好 ，Norbert 说用了15年，这双鞋子差不多报销了，可不可以？当然可以，你也可以用在任何的物品上面，都可以用报销了，表示不能再使用了。好，秋安用了15年，这辆车差不多报销了。所以各位同学，你可以把报销了用在很多很多东西上面，比如说，老师这只手机用了30年。它已经报销了，不能用了。这只手机已经报销了，不能用了哦。好
你也可以用在杯子上面呢。这个瓶子好了哦，这个瓶子用了30年，已经差不多报销了，表示快不能用了，差不多 almost， 表示快不能用了哦，快不能用了。好，凯说用了15年，这辆车差不多报销了。弟弟用了15年，这辆车差不多报销了。好，我们的 Gendo 用了15年，这辆车差不多报销了。水仙用了15年，这辆车差不多报销了。好 ，once again 报销了，它的意思 second meaning 第二个意思就是没办法用了，太旧了或者坏掉了，无法再使用。哦，风，风你好哦，好。但是呢，报销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我们现在来看看是什么意思啊？它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某事因故无法进行。好，某事因故，各位同学，因故就是因为某一种原因 ，due to certain reason， 因为某一个原因 ，due to certain reason， 因故，因为有一个原因，啊。有一件事情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没有办法继续了，没有办法进行了。这个事情可能会取消，这件事情可能会因此取消，或者是无法进行了，可能要 cancel 了。你也可以说报销了。这是比较 colloquial 的用法，比较口语的用法，你也可以这样说。某件事情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了。某件事情因故取消了 ，cancelled。OK， 好，所以你也可以用报销了。好，我们来做一道题目吧。下了3星期的大雨，哇，好久好久，下了3星期的大雨，哇，好久的这个下雨下的好久哦，下雨下的很久。然后呢，我假期就是 vacation， 假期的报销了，我 vacation 假期的，好，报销了。好，这是它的另外一个意思，某件事情可能要取消了 cancel， 取消知道吗？取消会吧，取消就是 cancel， 某件事情呢要取消了啊，取消 cancel。好，哇，你们答案都写出来了。好，我看一下assist 下了3个星期的大雨，哎，我的假期报销了，表示没有办法去度假了，因为下雨怎么度假呢？下雨是没有办法度假的，所以他的假期因故无法进行，因故无法进行，所以他的假期要取消了，要 cancelled。OK。米磊说，老师的直播间看的人快到100人哦，我也好开心哦，老师好开心哦。好，开心，好，李开心，开心就李开心。Hello Happy Lee， 他说用了15年的车，这辆车差不多报销了。好，我的假期报销了。因故就是因为某种原因 ，because of certain reason， 因为某种原因啊。好，秀丽说报销了 ，Christina 说报销了 ，Eva 报销了。对啊，报销了你一定很伤心，对不对？水仙下了3个星期的大雨，我的假期报销了。下了3个星期的大雨，我的假期报销了，没有办法进行。而且当你讲报销了，表示你一定很伤心。我的假期报销了。You feel disappointed. You feel so sad. 你听到报销了，你一定会觉得很难过，你一定觉得很失望。Disappointed， 失望。梦梦，我的假期报销了。裴静，下了3个星期的大雨，我的假期报销了，没有办法进行了。好，所以各位同学，比如说理查老师上直播课，结果停电了，所以我就可以说，停电了，我的直播课报销了，没有办法上直播课了，我的直播课报销了。我今天的直播课没有办法上了。我就可以说，
哎呀，停电了，我的直播课报销了，没有办法上直播课了。哦，好 ，OK。所以这个报销了就是因故无法进行的意思。然后因此 as a result， 因此就取消了啊，因此就取消了。好 ，OK， 我们往下看。好啦，各位同学，广告时间。好，各位同学，我们休息，深呼吸。好，放轻松。等一下是我们的考试时间。那各位同学，这个时候呢，深呼吸一下 ，take a deep breath， 叫深呼吸一下。然后呢，各位同学，请你点赞，请你订阅，请你分享，让越来越多的人来看老师的直播课。那如果你想支持理查老师，你也可以每个月请老师喝一杯咖啡。怎么做呢？你就是成为老师的小土豆，就是 my small potato YouTube member if you want to. OK， 好，对呀，大家要点赞哦。好，要是停电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信鸽点赞啦，谢谢曹同学哦。好，那么我们来考试吧。Quiz time， 报复、报社、报销。好，为了克里斯不当的言论，威尔上台打了他一个耳光。哇，这个好难，对不对？这个句子很难。为了 ，in order to， 为了克里斯，克里斯是谁？克里斯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啊，这个人叫克里斯 （Chris）。不当的啊，这个把它学起来。不当的就是不适当的 ，improper。This is a very commonly used term。这个不当的就是 improper， 我们常常说不当的行为 improper behavior， 不当的行为，不当的言论 improper speech， improper remark， 叫不当的言论。言论就是你说的话，言论就是说你说的话。Okay, words that you speak， 言论，不当的言论，就是克里斯说了不适当的话，克里斯说了不适当的话哦，不适当就是不当的，就是 improper， 不适当。老师写给你看哦，就是不当，就是 improper， 这个词很常用哦。好，不适当就是不当的意思，就是 improper。好，威尔 Will Smith 这位先生就是威尔上台。什么叫上台呢？上台就是走上那个舞台，走上舞台 ，like you walk onto the stage， 走上舞台哦，走上舞台叫做上台哦。好，我写一下，上台就是走上舞台 ，you walk onto stage， 走上舞台。对，大家都讨厌 Chris 好，什么叫上台？上台就是走上舞台哦。好，再来，什么叫打了他一个耳光？耳朵有人打，有没有？这样，好像是这样打哦，打耳光。这个我们中文叫打耳光，就 slap someone。你也可以说打巴掌，可以打耳光。你可以说打一个耳光，打一个耳光，也可以说打一个巴掌。好，这个就是 slap 的意思哦。好，这个要学起来。我们中文常常说打耳光，哦，打耳光。It's like you see that in comic strips, right? Comic books, like someone slap in the face, someone slaps in the face, then you see a light, right? So that's 耳光。So 我们中文会这样说，打一个，你也可以说打耳光就可以了。You don't need 一个 actually. You can say 打，打一耳光可以，打一耳光。好 ，OK，so we can say 打一个耳光，打一个巴掌。好，
对，打一顿 ，it's like beat you 。OK， 好，那这个老师再念一次哦。为了克里斯不当的言论，威尔上台打了他一耳光。OK， 好，应该是一耳光啊。好，那这题答案是什么？报复啊 ，Eva 喜欢耳光。好 ，C 说为了报复克里斯不当的言论，威尔上台打了他一个耳光，很好。好，这个有人问耳光是什么？耳光就是打了一巴掌 ，like this slap 打了一耳光就是巴掌的意思，打了一巴掌。Christina 说，为了报复克里斯不当的言论，威尔上台打了他一个耳光。Because everyone hates Chris， 人人都恨克里斯 ，That's true。好，为了报复克里斯不当的言论，威尔上台打了他一个耳光。郝真。为了报复克里斯不当的言论，威尔上台打了他一个耳光。OK，very good， 很好。好的，我们再往下看啊。好，报复、报社、报销，你的餐费可向公司怎么样？你的餐费就是 meal expenses， 餐费。一般我们说餐费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在外面吃东西的钱，因为like 你出差的时候 ，on a business trip， 你出差的时候，你在外面吃东西的钱叫餐费，餐费。可就是可以的意思，向 is like to，OK， 公司，你的餐费可向公司怎么样？报销，很好，报销，好。报销，维凯也是报销。你的餐费可向公司报销 ，Marcelo， 你的餐费可向公司报销。当你出差的时候，你在外面吃东西的钱，你可以拿着这个发票你可以拿着发票跟公司核销跟公司核销。好，立新也是报销，慧君也是报销。画大饼啊，画大饼就是呢。你说一些你做不到的事情，画大饼就是你说一些其实你是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理查老师说，哎呀，我明天呢我明天要去这个美国，我要出国，我要去美国旅行，可是我其实是做不到的，我只是在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画大饼就是你去想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你去规划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这个叫画大饼。好，报销某某。你的餐费可向公司报销，郝真，你的餐费可向公司报销，宋平，你的餐费可向公司报销。因为这一次的餐费可向公司报销，所以Marcelo， 因为所以我要吃很多。好的，最后一题。The last question， 报复、报社、报销，这台旧打字机什么了？这台旧就是 old for objects，OK？打字机，什么是 typewriter？ 什么是打字机呢？你们应该看过打字机，这个东西就是打字机你可以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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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知道吧？打字机。有没有用过打字机？现在没有了啦，现在没有这种东西了这个东西已经是 out of date， 这个东西已经落伍了。我们中文说落伍了，就是 out of date。这种东西已经落伍了 ，out of date。好，我们一般说落伍了就是 out of date。打字机这种东西已经落伍了，表示没有人用了，这种东西没有人用了落伍了。out of date， 落伍了。那所以呢，这台旧打字机什么什么了？好，你们应该觉得很简单，对不对？好 ，Eva， 这台旧打字机报销了，就是你不能用了不能用了，太旧了，不能用了。水仙，这台打字机报销了。Assist， 这台旧打字机报销了。好 ，Mui，
这台旧打字机报销了。好，汉平报销，某某报销。打字机是不是传真机？不是的，传真机叫 fax machine， 不一样的东西啊。弟弟，你没有看过打字机吗？打字机没有用过打字机吗 ？Typewriter， 传真机是不一样的东西啊。传真机是 fax machine 啊，不一样。传真机是，所以弟弟你应该很年轻，你没有看过打字机，对不对？你像 Marcelo， 你像 Norbert 都很老了哦，这些老人都用过打字机 ，Marcelo 啦，或者是那个春娇啦、慧君啦，还有那个 Norbert 这种老人都用过打字机，对不对？好，传真机叫 fax machine， 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东西，传真机。好 ，OK， 这台旧打字机报废了，不能用了，报废了。宋平看过啊，我没有看过打字机，因为理查老师才18岁而已。理查老师才18岁，所以我没有看过打字机啊。好的，谢谢各位同学来参加老师的直播课，记得帮老师点赞、分享、订阅。明天我们来上新 HSK Level 2第2集的词汇。好，画大饼不是吹牛的意思，画大饼是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画大饼并不是吹牛，画大饼是去规划一些你做不到的一些计划，做一些你做不到的计划。Marcelo 才18岁啊，impossible 不可能。好了，我们明天见吧，拜拜，晚安了，各位同学。